很多朋友和同学大概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想要来德国工作或者来德国留学的话，应该怎么起步呢？从中国应该怎么来呢？应该怎么办理手续呢？生活是怎样的呢？今天我想通过这个频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德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嗨，大家好，欢迎观看。今天我想开一个新的频道，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德国的生活。我在德国做什么？我的生活在德国是怎样的？我是如何来到德国的？很多朋友和同学大概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想要来德国工作或者来德国留学的话，应该怎么起步呢？从中国应该怎么来呢？应该怎么办理手续呢？生活是怎样的呢？每当人们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人们会有很多的疑问，会觉得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人都不认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一定很难吧。今天我想通过这个频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德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我在这边做什么。我之前在上海读书，读的本科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2010年只身来到德国，我是我爸妈的独生子女，所以算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需要很多的勇气。当然我爸妈也非常的支持我。之前在上海已经在同济大学读了一段时间的德语，因为同济大学本来就是德国人开办的一所大学，有非常悠久的和德国高校合作的历史。我在同济大学大概大2、大3的时候已经开始多多少少的学一些德语，这个是这所学校比较特有的跟德国的一个联系，所以学德语呢，在同济大学呢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我就顺势而为，在学校里面学了一定的德语，读了一个业余班，是每周晚上上的一个业余班。德语的话是从 A1 开始学 A1、A2、B1、B2、C1、C2 这样往上学。C 的话呢，就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平时可以绘画、可以在学校读书的水平。然后我毕业的时候面临了比较多的抉择，很多的同学都已经开始要准备考研了，所以当时呢，在考研和出国还是直接工作当中做了很长时间的考虑。而且德国也是我非常非常爱的国家，相比美国来说，我更爱德国的文化，更爱德国人的严谨自律，而且又有大学跟德国高校合作的一些历史背景。我曾经的院长吴志强教授在城市规划学院是做这个世博项目的总规划师，但是在他没有做这个项目之前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课程的教授，他也有德国的留学背景，在柏林工业大学留过学，这些都是对我出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所以当时再加上经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还是出国留学。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不认识任何德国的朋友，也没有出过国。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对出国既向往也憧憬，但是也很恐惧，因为每个人都会对未来有一些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些是未知的，所以会比较谨慎，会比较担心，会比较纠结。当时呢，决定出国之后呢，在同济大学有一个中德学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认识了一些一起读德语的朋友，一起想出国的朋友，认识了一些语言班里的同学，认识了一些德国的在同济大学做交流的留学生，是德国人。那么我们当时会有一些中德学生的语言交流的活动，晚上和德国的学生坐在一起，德国的学生学习中文或者学习中国的文化，然后我们学习德语，学习德国的文化，尽量用德语和用中文来绘画。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铺垫工作。在2010年的时候，在没有语言证明的情况之下，来到了德国，申请了语言读书的签证，过来这边读德语。然后在德语考过了的情况之下，申请了柏林工业大学的硕士课程，开始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涯。在硕士毕业之后，面临着回国还是继续读博，还是在这边找工作，又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在申请工作和申请博士奖学金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先拿到了读博的奖学金，开始在这边读博，然后在读博奖学金结束的时候，找了在学校的科研职位，在这边开始工作。
那这一系列的抉择下来和努力下来，对我本身的影响，对家庭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很多学生到最后都是在要么读好硕士或者本科，或者是甚至没有读好书的情况之下回国了，非常伤心，因为并不能够融入德国的环境，并不能够融入德国的文化和生活当中，所以最后很受挫，可能也都没有办法毕业了，因为有些科挂科了之后怎么读都没有考过，然后才决定回国。回国之后又开始重新找工作。那很多人可能在来德国之前会比较好奇，说这些到底应该怎么办，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抉择，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也会面临什么样的美好的生活。那么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会通过我个人的经验和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我身边朋友发生的一些经历和事情，来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德国的文化、德国的生活、德语、德国人，以及我在这边碰到的一些困难和一些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上的误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能够提前避免一些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计划，如何去执行，能够让你的留学生涯、留学计划，甚至工作计划、工作与生活平衡之间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好，那么大家接下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希望我拍什么影片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很期待接下来和大家的探讨。拜拜。